在废墟化的日本温泉村住一晚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地方是日本立木县的鬼怒川，距离东京100公里，车程2小时，所以很多日本人喜欢来这里泡温泉。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公司为了奖励员工，经常组织团队游，所以这时的鬼怒川一日接待游客可以达到1万多人，酒店就越建越多，并且越建越奢华。而当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这些酒店的订单越来越少，于是就一家接着一家倒闭。这些大楼屹立在河边，见证着繁华，也见证着衰败，名副其实的日本泡沫一场。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日本旅行。日本虽然它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呢，它的经济已经持续的30年没有发展过了。首先在1990年的时候，日本经历过一次经济泡沫的破灭，就开始了日本的一个经济停滞期。随后在2008年遭遇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再后来呢就是2019年的疫情。可以说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使得日本的经济呢一直停留在30年前。那伴随着经济衰退和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有很多废墟。所以咱们今天呢是一次废墟之旅。我们今天将会先去探访日本的鬼怒川温泉。我们美好的旅程从早餐开始，咖啡、抹茶慕斯，这2个加起来一共是1000日元，50块人民币。来，你们也吃啊！我现在在的位置是镰仓，我们现在要坐电车到东京。镰仓的车站都非常特别，都是这种木质的结构，跟《灌篮高手》里面的一模一样。说实话，去到鬼怒川的交通还不是非常的方便，全部路程要3-4个小时左右呢。从镰仓坐JR到东京的一个叫南立桥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转鬼怒川线。这次全程都是用西瓜卡。日本这个线路有时候就是要转好几趟才会到，但是也不麻烦。基本上呢，它在本站内都可以完成。站内也有卖这个便当盒，但是它只有这种鱼的寿司。回到东京了，这是日本的吸烟区，里面烟雾缭绕的，进去估计会窒息。我准备买一点711在身上防着，因为今天要去的废墟可能没什么吃的那个地方，我得防着点，免得饿死。今天中午和今天晚上的吃的1680块钱。这个要拿去粉碎一下，搞定。再拿个小吸管，特好喝。我得学着点它的配方，回国了以后我自己打。从东京到南立桥1个小时，然后再从南立桥到鬼怒川也是1个小时，一共要花掉3000多日元，就是150人民币。赶路呢，咱就随便吃一点这个饭团，就一点点牛肉。今天就是不停的换车再换车，我也不知道换了多少辆车了，但是每次换车的时候呢，基本都在对面。又要换车了，从对面换过来的。现在越来越走向荒芜，朋友们。鬼怒川，果然是鬼地方。你们知道坐了这么久的车，第一感受是什么吗？我快憋不住了，因为它车跟车之间的换乘就在对面，然后呢时间又特别短，大概也就只有5-6分钟的时间，根本中间找不到间隙去上厕所。这好乡下的地方感激，快憋不住了。还好日本在村的车站，就是设施还是挺全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废墟城市的
车站的卫生间，你看这么干净呢。在日本啊，虽然这个纸特别的薄，他们是用再生纸做的，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日本卫生间永远有纸，用不完的纸，这太干净了。洗个手。在电车上看到这些全是荒废的酒店啊，有一点阴气比较重的感觉。看到了吗？都是荒废的。这里这么简陋的，我现在有一种时光穿梭之感，你们知道吗？感觉穿梭回了1980到1990年代那会儿。待我看一下有没有放包的地方，如果没有放包的地方，咱们就背着包走也不是太大问题。刚才问了这里的服务人员，这里果然没有寄包的地方，然后还下雨了，然后我没有雨伞。我在车站发现了这个可以借伞的吗？我去问一下。Excuse me, can I use it? OK，居然车站有提供免费的伞呢！这应该是以前卖特产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废弃的，看起来像是以前的餐馆。你们知道吗？繁盛的时候啊，在1985年的时候，这里一天的客流量达到了12000，就是一天，它这个小地方要接待12000的人。但是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前面这家是一个废弃的旅馆，停车场的草都长出来了。我觉得像这种地方过来能够露营也不错。你看地方这么大呢。鬼怒川秘籍之汤，以前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级的场所呢。在30年前，像这样的一个房子用来度假，主要是集中在1955年到1980年之间开办的这些旅馆。这里有一股非常不好的味道，有一股霉味，荒废了。但是呢，它也是属于私人财产，就是它还没有转手或者是卖出去成为公共的一个财产，所以有些地方啊，它会封起来，像前面这里就被封起来了，也是荒废的一个旅馆，原汤好像叫新野度假村。这些都是一些旅行社的一些挂牌。以前这些酒店都是统一由旅行社主持的一些公司团建活动来这边游玩。当时啊，这些酒店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当时的银行呢，也特别愿意给这些酒店贷款，给他们去建这些豪华的度假酒店。其中有一个啊，就不得不提到足利银行。当时的足利银行啊，放了非常多贷款给这里的老板们，就是建这些度假酒店。后来啊，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啊，越来越多的老板就还不起贷款，所以当时足利银行呢，它的坏账啊就越来越多，就逐渐的导致了足利银行的破产。足利银行破产之后呢，这些度假村的老板可惨了，他们就贷不到更多的资金进行资金的运转。所以啊，瞬间这些酒店啊纷纷倒闭破产。在这边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本的这个经济泡沫嘣的一下就破碎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在经济泡沫破灭以前，都是1985年到1990年是最繁盛的时候。你们知道日本东京的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薪水有多少吗？就折合人民币啊，大概是20万人民币一年。今天看来似乎仿佛非常的少，但是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1985年到1990年，中国人的平均月工资才178元，所以呀，当时的日本啊，就相当于中国的100倍的收入。当时在日本赚钱是非常容易的，甚至于啊，当时的日本好像买下了美国的好几家公司。这也是一个破产的酒店。哇，这一家酒店都生锈了，到处长满了草。很多人说啊，这些酒店既然荒废了，为什么不拆掉？因为你们知道吗？要拆除这一间酒店的费用啊，可能达到几亿日元。这些老板都已经破产了，还要他拿出几亿日元来拆除，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政府呢更是无力承担这一笔费用，这个叫第一什么什么什么钱，可见当时是一个非常牛逼的酒店，因为都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公交车站呢，可见它的客流量是有多少啊！人非物也不是，这些酒店都还是围起来的，不然可以进去探秘一下。据说网络上面有一些酒店内部的照片，这是早些年拍摄的，现在已经围起来了。这里还有一家酒店啊，我忘记是哪一家了。据说当时的老板啊连夜跑路，但是呢留下了员工在这个地方，员工啊还甚至于留下来去招待就是已经预约的还没有到来的客人，而他们所做的这些服务呢是1分工钱都拿不到的。所以就是日本它有时候是特别守规矩、特别有契约精神的一个地方，他们也是原则性也特别强，有时候呢也不容易变通。鬼怒川公园这附近的那些温泉酒店啊，大部分都是荒废的。其实日本的很多时候都是这种萧条破败的场面，就不光是他们经济破灭后的一些温泉小镇，还有因为地震啊，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去的福岛县双叶町。昭和时代建的旅馆，但是啊，日本为了应对这个经济泡沫的破灭，他们把大量的工厂啊、资本啊，全部都转移到了海外。就是表面上啊看，日本的本国经济在这30年间是没有发展的，但是其实呢，他们大部分老板们啊，赚的钱都在海外。除了他们的房地产泡沫巨大，还有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资产巨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美国对他的贸易战。所以呀，他更要把这些资产跟企业转向海外，就是好像在说我已经没钱了，别来搞我，别来搞我。这么庞大的温泉小镇就这样废弃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下面的价格还写着400日元、500日元、550日元，然后啤酒一瓶是300日元、600日元，可能大瓶的600。在10多年前的日本，物价就已经这么高了。它这个植物啊，都跟建筑融合在一起了，植物都缠绕着这个建筑。再过几百年，如果没有人使用的话，这个植物就可以把整座大厦给它吞没掉。这边有一个足汤，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一个免费的足汤，天哪！哇，这个环境还挺好的嘞，而且这个汤啊，感觉好干净哦，非常的清澈，但是会时不时飘来一些虫子躺在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呢，这小房间是干什么用的？都有蜘蛛网了呢。这下面是可以泡脚的，上面是泡手的。这边说一下鬼怒川为什么叫鬼怒川呢？你看看这个溪流啊，特别湍急，从上游下来，感觉是鬼在咆哮。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这有一个雕像，一个美女雕像，1975年造的。哇，这里的风景真好看。这些旅馆都没有开业，就没有人过来。哇塞，这里也很漂亮哇，水好清哦。而且这些酒店啊，你们看都是在悬崖峭壁的河边，拆除的难度就更大了。其实我突然间觉得，这些废墟屹立在这边，不也是另外一种美吗？一种残破的美，就是告诉世人他们曾经有多么的繁华。转眼之间成空。有一部分旅馆呢是撑过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但是后面随之又来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过后，有一部分旅馆是在经济危机倒闭的。那撑过了经济危机呢，又迎来了2019年的疫情。这是一家废弃餐馆，你们看前面还有一架老式的收音机。据说这里啊，有些酒店废弃了之后，变成老板的一些私宅，就是只有老板住在里面。这个一心广贸市是还在营业的，
可能是后来又重新开馆的。随着这些温泉旅馆的一些重开啊，我感觉有点嗅到了日本经济复苏的一个景象。这附近旁边可能以前开一些小餐馆啊什么的，来招待这边旅行的人。现在肯定都是关着的。废弃的一家餐厅，门口长了好漂亮的小花。这个是重建后的鬼怒川观光酒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会有一些意外，虽然会有一些波折，虽然会倒闭，但是呢，也会有重生的希望。观光酒店一个晚上的价格是26000日元，最便宜的房型。按最便宜的算的话，折合人民币是1300左右。前面这个非常可爱的雕像是掌管鬼怒川的神，叫做鬼怒太，还怪可爱的嘞，还翻白眼。前面这个楼梯也是鬼怒太的图案。这家就是足利银行，当时贷款给这里的很多老板去建温泉度假酒店。鬼怒川温泉站，这里基本都不会有中国游客的。我怎么觉得这边有点安静，安静到有一点舒服的感觉。鬼怒川温泉站附近呢，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些温泉度假村啊。以前呢，就是在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那些温泉酒店呢，就是在鬼怒川公园附近。如果你从东京过来的话，你会感觉时光倒退了30年。看，你们听，都是鸟叫。难怪这里以前会变成度假胜地呢。哦，好难得，我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在骑自行车。这里真的太空旷了。你们知道这里的温泉旅馆什么价格吗？前几天我们在伊豆的那个温泉泡的温泉，一个晚上加上2顿餐，它的费用是2000元人民币。而今天特别便宜，这看起来都像是废弃的样子啊。看这，什么九岛工业所？地图上显示我们要过一条桥。这里居然还有711哎，太好了！我们去补充点粮食。这看起来也不是太阴间嘛，还有711。这个饼干现在在东京好难买，找了好几家店都没买到，赶紧多买一点，多囤一点，搞一包蒙古面，听说这个好好吃。这里是立木县，立木盛产草莓，所以搞个草莓小甜水。再来点下酒菜，小鱼饼。这太贵了，但是我啥都想吃。我觉得日本行，我要换一个名字了，叫小林破产了。1967，又花了100块钱。所以今天我光是在便利店买吃的就已经花到了180，然后今天的路费一共是150。今天晚上的酒店，待会给你们说。这日本是一次破产之旅啊。但是日本也是可以穷游的，但是穷游的话就拍不到东西了，没有内容可以看。哇哦，我看到我的酒店了，你们看到了吗？就是前面那一栋在河边的，亮着灯的。你们看啊，这边好多酒店它都没有亮灯的，就是停业的。有一条小河，这风景还怪好的嘞。这个区域目前营业的酒店还比较多。哇，这个景色是真不错啊！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这感觉怎么有点气派啊？我订的是他们这儿的最便宜的酒店，我没走错吧？进来问问。Excuse me, Hotel New Oluli。じゃあパスポート。passport OK。是这家酒店。看这家酒店的大厅有点大，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有点小冷清。浴巾，然后在这里拿他们的浴袍，拿一个小紫色的吧。我们住在8楼，他们这是用钥匙来开门的，好艰难的打开了。
哦，这个灯光有点昏暗。然后你们看这个洗手池，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小冰箱有点年代感了，哎呦，还不能打开，可以打开，还能用。这样讲，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哦，这个是一个马桶，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洗浴间吧。啊，对，洗浴间。这里居然还有提供这个外套，就是如果你穿睡衣、和服睡衣比较冷的话，要套上这个。我感觉这里就是旧一点之外，跟那个伊豆的酒店2000多，也没啥区别嘛。部老式的电话还是松下的，哇，还能用。一个保险柜，一个小电视。这个酒店的大小在日本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们看看窗外，这个阳台的门是可以拉开的，但是这里的阳台都是空调外机啥啥的，只能简单的看看风景。这样的鬼怒川，它这里有几个浴场。有大浴场跟露天风吕，大浴场是在2楼，露天风吕在1楼，还有一个私人的浴场在11楼，要预约。浴场呢，咱们就没办法开视频了，给大家看一下浴场的照片。你们猜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度假酒店，在一个废弃的度假村上，一个晚上多少钱？你们想都想不到，330。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第一个就是来这边的游客特别少，第二个它的整体的设施也比较陈旧一点。5楼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前台，因为它这个酒店是在河边上的，也就是说1楼其实是在地下。说实话，如果是在30年前一样的设施的话，那是非常的豪华了。咖啡机。一杯咖啡是150日元，就是7块5人民币。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感觉特别的陈旧，而且这个灯光不是太明亮，然后很多白色的塑料都已经泛黄了。哦，这有个微波炉哎，然后再看一下这里面是一个娱乐场所。在30年前的日本人他们都是团建来这边组织来这边玩的。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边打打乒乓球抓娃娃机扭扭蛋这些。抓娃娃机还可以抓手表，这还可以夹钱包、夹耳机、手表。据说日本经常会有这些，有些东西它卖不出去、卖不掉的东西，他们就会处理成这种娃娃机或者是扭蛋机这种形式。这个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叫博青哥的一个东西，这有点类似于赌博，但又不是赌博，因为在日本赌博是违法的。然后呢，他们呢就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中奖了之后得到的是一些小钢珠，然后呢那个小钢珠呢是不能够兑换钱的，只能兑换出一些小礼品。但是呢，通常在小钢珠店的不远处就有一家店，然后呢就可以把你赢到的小钢珠兑换成钱。这个是一个游戏，但是现在没有人陪我玩这个是一个打这个鳄鱼，一次是100日元，不贵爱玩的太古达人，他们这一次是100日元，也就是5块钱。但是这里面我总感觉这里面有一股霉味，就是就感觉这里的灯光有一点阴间呢。后来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很少有公司可以组织这样的一个团建了，然后慢慢的这边酒店就开始没落了。然后4楼的餐厅现在已经结束了。它这个酒店整体看起来都是特别老旧。这里是一些宴会场，就是包厢吃饭的地方，因为都是团体游客嘛，所以很多个包厢。
这些东西在现在看起来特别陈旧啊，但是你要想啊，在30年前，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时代鬼怒川云者舞者舞，就是在昭和时代鬼怒川这边人跳舞穿的衣服。这里时光好像停留在了90年代。温泉泡完温泉，他们喜欢喝牛奶，这边一瓶牛奶是150日元，7块5。这里有一个露天的浴场，现在没有人，我给大家拍一拍。外面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森林跟溪流。明天早上肯定有人，所以我现在先给你们拍一下。这1楼露天的设施会比较简陋一点，这里是放东西的地方。这些呢看起来都特别的陈旧。他们以前建这些酒店啊，都会尽量的往大的去建，因为越大越气派嘛。在这家酒店经常会有这些小人偶，让我不寒而栗。日本有一些文化就是让人很难以理解。回到我的小房间，拿出我的小食来吃，可以饱餐好久了。慢慢吃，这个可以下去热一下。先说明一下啊，这个只是日本的睡衣浴袍，我并没有特别喜欢他们的文化，求生欲好强的。洗个脸去泡澡去。哇，景色还是真不错啊！现在8点半，早餐没了，然后退房走人。以前是倒闭的，然后最近3年才开发。他们这家酒店啊，是以前有关闭过，可能倒闭了。现在呢，3年前又重新开业了，可能是有人把它买下来，又重新把它装修了一下。哦，这些椅子你们看，上面污渍，昨天晚上没仔细看。昨天晚上在酒店里面住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因为在泡澡的时候会遇到。然后那些老太太啊，感觉都特别的和蔼，虽然语言不通啊，还会尽量的跟你去沟通去交流。再看看昨天晚上住的酒店，就是这个酒店，一晚才300多人民币。这要是以前的话，估计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酒店吧。景色真的很不错，晚上会听着这些长长的流水声，特别助眠。昨天晚上泡澡的时候，就是下到1楼的时候就发现霉味很重，但是房间里面还行，因为我房间住的是8楼，就觉得还行。跟在711门口吃个早午餐。这样的大鸡腿，啊，真香！好了，不错。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真的好，但是呢，也是真的很萧条。车站这里有一个露天温泉池，我们先泡会儿温泉吧。他还帮我把这个位置给擦了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哦，太舒服啦！这些汤哦特别干净啊，你看从这个泉眼里面流出来。我刚才一路奔跑，因为我查了一下手机，然后发车时间在2分钟以后，然后就赶紧跑过来了。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咱们下个视频见。See you.